皇兄能够慨然英允为我之将，带兵过江，足见此人豪爽耿直。我们也不必多疑，静候佳音就是。克强，你能明白我的担心，我就不多说了。不过，我有2个请求，你一定要答应我。你说，第一，遇事要冷静，万不可冲动行事。第二，不管是什么情况，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一定要让我看到一个生龙活虎的黄克强回来。好了，不跟你啰嗦了，我还要会同军政部商量军情呢。保重，保重。宋先生，多保重啊！保重。宋先生，宋先生，宋先生，好，汤部长。哎呀，不要这么见外嘛，叫继武就行了啊。继武兄有何见教啊？又客气了不是？哎，宋先生，我听说你已经下榻于军政府内了。哎呀，那个地方的条件是甚为不便呐。如果宋先生不嫌弃，那么就移居到华龙的寒舍，也好方便华龙早晚的请教嘛。请教2字实不敢当，不过军政府为办公之所，居住起来确实不便的。就是嘛。那好，我就叨扰继武兄了。哪里的话嘛，那我们就去取您的行李吧。啊！哎呀，宋先生，您看，大都督啊！宋先生，哎呀，宋先生，大都督，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是啊，出来走走，这里的确太吸引人了。我和克强时常想起这个地方。大都督也出来转转，出来感受一下革命的气氛。这儿的形势因你们来而高涨。是，我出来感受一下，我这心里边高兴啊。宋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承蒙汤部长盛情，我准备搬到他那里去住，正准备去拿行李呢。哎呀，好啊，住在华龙那儿方便呐。对，你们可以经常交流。是。要多聆听宋先生的教诲啊！都督放心，可不敢当。华龙也是社会名流，保路运动名扬天下。哪里，我还得跟他请教。那就不打扰了，您请啊。继武啊，赶紧安排宋先生。好，那我们先去。好，再会。告辞。哎呀，看来今天晚上军政府的要员们都很忙啊，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谢谢。您来点什么？来碗面。老板，我不要了。老板，来2碗。梅师爷，卢夫人，介意我这个下人与您一起吃顿饭？梅师爷，你太客气了。如今你不是什么师爷，我也不是什么夫人，故人相见，应该我请你才是。可是我今天忘了带钱了。怕不是忘了带，而是忘了留了吧？你都看见了？看见了，
该看的、不该看的，我全都看见了。你这什么意思啊？比如，在军政府门前，你的面。来，如夫人何时加入的革命党啊？哎呀，我这又不是审问，只是想了解一下。现在是革命党的天下，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嫁给老爷之前，我是奉命加入瑞府的。奉命？原来你们是计划好的。我说你怎么会离开老爷，留在这儿？武昌已经光复了，你为何不去找他们呢？我原本就没想从这里得到什么，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革命党处心积虑，武昌岂能不乱呢？梅师爷恨我？不，我是为大清国感叹。梅师爷，你这是何苦呢？梅松生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可我知道，做人要怀有一颗诚意之心。况且，这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要是生活在朝廷的统治下，总比在战乱中逃难强吧？战乱只是一时的，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百姓们必定会过上幸福的日子。一时之乱是几年呢？10年，还是几十年呢？如今黄将军和宋先生已经到了武汉，相信不久的将来，朝廷必定会被推翻，革命定会胜利的。可惜呀，我看不到他们有战胜朝廷大军的可能。前几天的败仗看到了，就目前武昌革命党的实力，没有和朝廷大军一战的本事，他们的命运只能是复命。只是啊，我不知道那时的如莲姑娘还能去什么地方。我的事不用你操心，我先告辞了。请，谢。不知宋先生觉得武昌的形势怎么样啊？军队士气高昂，百姓安居乐业，形势非常好宋先生，与您交谈，我等就不必隐瞒了。实话说，武昌目前的状况已经是勉力维持了。是啊，怎么会呢？武昌乃9省通衢之地，商贾云集，有关前局、造币局、汉阳铁厂、兵工厂，闻名遐迩。有这些做后盾，怎么会是勉力维持呢？宋先生有所不知，湖北目前招募革命军已4万多人，单是军饷这一块就已经多得吓人。这还不算，政府还要拿出大笔的费用购买洋枪洋炮。加上有的军官，他蛮不讲理，时常要求加饷，不给钱就掏枪骂娘。迫于无奈，只有屈从。
现在财政这一块已经是入不敷出了。那二位的意思是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一来呢是跟宋先生诉诉苦，二来是想跟宋先生商讨一下这武昌目前的形势应该如何稳定才好啊。实不相瞒，这几天军官们正闹着要改组，他们希望把政府中重要的职位都交给他们。哎，华龙等人是不争官的，如果他们可以管理好，我等均退出政府亦无不可啊。然而这些闹事的军人过去多为下级军官，他们对政府的运行之程序是一无所知啊。哎，有的人甚至以为可以无限的造币，对经济之糊涂令人难以接受。我等本着为革命政府着想的出发点，想与先生商讨一个圆满的条例，不知先生能否答应啊？既然请黄先生出面主持军事，就应该把各部全部交他使用。现在给他那么少的人，却是为何呀？不错，用人不疑嘛。何况黄先生本就是革命领袖，各位如此做法，难道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咱们湖北人，小气吗？哼，这不是什么小气。黄克强本来就是出道，对武汉战局丝毫没有了解，如何能将军队一并的交出啊？我不同意宋武的看法。不了解可以告诉他，像这样的做法，分明就是不信任别人。既然如此的话，那还不如不请黄先生出面，岂不更好啊？伯谢言重了，不是不相信，而是要更谨慎一些。这也是大都督的意思。哼，我看大都督是怕别人抢了他的权吧？张正武，你不要那么刻薄，不为权力，哼，那你等为何同汤化龙等人闹僵啊？孙武，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是在争权夺利吗？政府之事有目共睹，我等所言，句句都是为了民国，为了革命，绝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争权夺利。此言苍天可见。二位如此一心为公，宋教仁很是钦佩。只是这样单方面搞出一个条例，未必就是良策。是，弄不好还会扩大双方的矛盾。如今战事频频，正是军方大显身手之时，难免会有人居功而傲。依宋某之见，不如同时邀请几位军方重要人物共同商讨条例。那时宋某再献计献策，似可两全其美。不知二位意下如何？是，好，就按宋先生的意见办。好，这样也免受他人非议嘛。哎呀，不过军方那边恐怕就没有我等这么爽快喽。是。各位，政府之事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宋先生已经住到了汤化龙的家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着拟定一个政府的改组条例。我们还是商量战事要紧，好吧？只怕不能完全公允吧。吃人家的嘴短，住在人家里头，还能有什么公平可言？我就不相信宋先生是这样的人。
至于说公允不公允，我们自己也看得出来。前方正在打仗，我们却为了权力的事情在这里导致政府瘫痪。这样的事情传扬出去，前线的战士该如何安心呢？我是说，同意蔡建民的意见。政府的事情就不要操心了，今晚的军事才是首要。好了，这样好吧。既然你们不同意把所有的军队交给黄先生，那起码应该让汉口的部队接受黄先生调遣，否则收复失地根本就是空谈嘛。这我不反对，本来就该如此。哼，难得呀，你孙武也有跟别人一样的意见。让着我了。行了，就这么决定了。马上你那个熊秉坤，让他做好准备。好。行。王将军，汉口守备部队第5协统领熊秉坤，第7协统领邓玉林。哎呀，二位将军辛苦。熊秉坤，我听说过，手艺第1枪就是你们兄弟打响的，大大的有名啊！王将军过奖了。怎么样？有没有胆量跟着我把汉口的清军赶出去？胆量有，只怕没那么容易。我知道，不过首先我们自己要有勇气。勇气有。我们现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勇气。王将军，我带你到前线去看看吧。好，请走。我才不管他们那些呢。回京之后，我就找他们说理去，非要让五爷给我个说法不可。是，殷大元帅此行是功不可没呀。是。汉口一战那是名扬天下呀。这次回朝，监国对您加官晋级，那更是无可非议呀。我告诉你们吧，朝中啊，就是有些人嫉妒我立功，啊，要不然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把我调走呢？大人也不必愤怒，自古以来都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像殷大帅这样文武双全的英才，到什么时候都是国家的栋梁啊！当然，本地的老百姓啊，为了感谢您收复湖北的功劳，特制了一把万民伞，托小人送给你，请您验收。是啊。可惜啊，我没有完成平乱大业，真是愧对百姓啊！大人言重了，就是这样，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对您感激不尽呐。是啊，谢谢啊！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告辞回去了。大人明天还要赶路，早些歇息吧。好，下官祝大人一路平安，一路平安。走好，告辞，告辞，请告辞。万民伞，万民伞。哎呀，大帅，人都走光了。你也不过来陪陪我们啊！好，陪就是呀，净看这把破伞干什么呀？难道会比我们好看呢？是吗？我说小宝贝儿，你看，这不是破伞，这是万民伞，啊！好了，我们知道了，知道了。来吧，走吧，大帅。好，走。走吧。大帅，汉口急电，民军又企图进攻了。
回电告诉他们，再坚持一晚上，明天就是冯国璋接管了。我才不管那些破事呢！啊！是。哎呀，好，好好的陪陪你啊！总统官，总统官，革命党意图发动攻击，各部军打来电话询问如何处理。告诉他们，顶得住就打，顶不住就撤。我明天才接手呢。今天晚上归他银昌管。啊，这……哎，还愣着干什么？就这么回电话？是。其他地方，黄将军来之前，我已经命令部队开始小范围反击。从昨天到现在，汉口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回到我军控制之中。前面路口是一个清军阵地，这2天得放假，防守不是很严密。放假？看来这帮混蛋根本就没把革命军放在眼里。好，趁此机会，咱们好好收拾一下他们。邢统领，你带着我的卫队组成督战队，命令你的部队跟着我一起出，逐条街道争夺。今夜就要收复汉口，拿下刘家庙车站。遵令。弟兄们，怕死的，跟我冲啊！快！哎，周老啊，大哥他们开始了，哎，咱们也得抓紧啊！我发现你这2天老不爱说话。林大叔活着的时候，你看人家的眼神都能杀人，现在林大叔牺牲了，你又变成这样，你早干什么去？我生自己的气。为什么？这么大个人了，连好坏人都分不清楚，你说我是不是白活了？哎，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啊你？有情况，掩蔽，大家掩蔽，掩蔽。发现什么了？当然，就是他们的岗哨。我白天来侦察的时候，特意留心看了，岗哨后边就是阵地。好像没什么人呢。不是放假吗？白天人更少，全都跑到城里去了。哼，花的全是从老百姓那抢来的钱，这帮王八蛋，怎么办？这样，你派2个人过去，把岗哨给我拿来。跟我来。你看陈大哥，刚来的时候出门都想不起拿枪，这才几天呢，就有模有样的。总统官，叛军败退，我们要不要追上去？黑夜之中，敌情不明，还是不要追了，好好的守住刘家庙阵地就可以了。是。黄将军，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冲不上去啊！
我军败退，清兵不敢追击，说明他兵力不多。进攻一定可以把刘家庙拿下来。书生的话有道理，命人组织第2次进攻。是。通知下去，再组织第2次进攻。是。弟兄们，为革命而战，为民国而战，消灭清军，收复刘家庙，不怕死的，跟我冲啊！冲啊！队长，怎么还不动手啊？啊！哎，我说你小子能不能稳点儿？怎么说也是老兵了，连老臣都不如。成功了！快，命令弟兄们分散前进。好，走！兄弟们，走！常队长，他们没准备。冲进去，别客气，先收下。好，好，走。朝着杨带走，谁也别想跑！没想到这么容易打过来了。哎，郑英，你的名字有那么可怕吗？来人，俘虏都给我带走！走走。大都督，大都督，兄兵快来电话，汉口已基本收复，敌军被压制在刘家庙一带。好消息啊！不愧是黄兴啊，一出马就有收获。赵连呐，你带着蔡继民、张振武到前线慰问一下将士，如何？好，我这就派人去通知他们。哎，那就辛苦啊。好啊。前敌诸军英烈堪侵，追奔逐北，威震清廷，磨刀霍霍，轻贼遁形，勤劳任务，务事战胜。先生，军政府来电告知，山西已经独立了。啊，山西也独立了。同盟会员阎锡山被推举为大都督。太好了，太好了，咱们又多了个同盟军。阎锡山不愧是我铁血丈夫团成员的。先生，您还不休息吗？我不累，我还有些命令要发出去。清军仍占领我刘家庙一带，本军今晚拟在原地占领阵地，以战斗队形过夜。部队第2节警戒线，右翼由新生路后城马路起，左翼至查家墩以东火车站至堤防一带。部队第5节警戒线，右翼与部队第2节联络，左翼至玉带门一带，其余按前日防地固守。于在满春茶园。哎，不要打扰将军，待会儿再说啊。嗯。
进来。属下叩见摄政王。先坐，马上就好。是，谢王爷。梁弼，让你来有什么事儿啊？这是张守曾让你给我的。是，张家军让我们转告摄政王。非如此，不能平息内乱。你们好，都反了，都反了。我知道了，你会去转告梁弼，我部还没有领到子弹，待弹药齐备，即刻启程。是，吴同志。你认识他？军资府的人吗？哎，他来干什么？梁弼啊，让他给我送信，催我快些南下。我用没有子弹。搪塞了，你可真行啊！都知道你刚刚截获了500万发子弹，你居然以没有子弹为理由，哼，小弟佩服啊！那是给袁世凯拿去打湖北革命军的，我岂能让他过去？哎，怎么样？折子递上去了吗？估计已经到了五爷手里。难怪你的军营里戒备森严的。哎，有回音了？还没有。估计他们要乱上一阵子，才能有消息。啊，正好，军资府招我进京，我也好去打听打听消息啊。召你进京？啊？不会有什么意外吧？会有什么意外啊？你我革命名声在外，还是小心的好。哎，没关系，我会当心的。再说，我也想提前知道，朝廷收到宪政12条以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必定是一番大乱。不过，我深信，如果朝廷能切实贯彻这12条，国家还是有救的。你，大人，局相爷来电，他说，张绍曾屯兵滦州不动，向北京递交了宪政12条，提出清廷虚位，消除皇族特权，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任何行政长官等条款。五爷已经慌了手脚了。没说其他的人怎么样？哦，局相爷还说，他已经说服了庆王爷，那个老爷子已经答应让出内阁总理的职务，只是要求将来能给他一个相应的职位，并且希望能给充足的养老金。哦，他们还打算联合上奏朝廷，举荐宫保为内阁总理大臣。好，张绍曾这12条上得好，等于从侧面帮了我的忙了。对。哎，还说什么？段祺瑞来电，山西独立举第86标标统阎锡山做了大都督。晋地独立，
弼呀！朝廷已设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负责剿灭山西乱党。吴禄贞现在已经带着人马进驻石家庄了。哎呀，良弼糊涂，吴禄贞其实能托付大志之人呐，他一身都是反骨。良弼，这是堵我回北京的路啊！尹昌大人到！哎呀，哎呀，五楼啊，兄弟恭候多时了。有劳钦差大臣久候，真是不好意思。哎，咱们赶快交接吧，我还急着赶路呢。哎，不用着急。飞人说，交接吧。五楼啊，我是真不愿意出来，这你是知道的。哎，怎奈朝命难违。袁大人在环上委屈3年，如今也确实该风光一回了。你们听说了吗？湖南有变。听说了，谭延闿杀了焦达峰和陈作新，自己当了大都督。我指的不是这个。谭延闿当上大都督以后，取消了各部，只保留军事部和政事部。我有意仿效，二位以为如何？如今军政府关键问题在于权力太分散，是不是？是不是？是。如果能够把权力集中起来，很多事情就会好办。这么好的事儿，你们都不愿意支持我吗？你们二位在军政府里边是我的左膀和右臂，我希望你们二位能够摒弃前嫌，精诚合作才好。我希望你们携起手来，如何？现在军政府里边已经有人对我们虎视眈眈了，如果再内讧下去，恐怕我们的位置都会被别人挤走。我希望二位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如何？是。尹大帅，交接已经完成了。好，尹昌就此告辞了。这副烂票子就交给袁大人了。哎，你可能也听说了吧？冯国璋一到任，正赶上革命党收复了汉口大部。接下来的事情呢，恐怕也不会太顺利。这一切就有劳钦差大臣一人承担了。啊，我如今呐，是一身轻松啊。啊？五楼啊，五楼，过石家庄的时候要小心呐。吴禄贞已经把那儿给封锁了。看来啊，
哎，我的好心算是白费喽。大人，我们该赶路了。交接的怎么样？嗨，就是一本前线陆军的花名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给段祺瑞发个电报，让他尽快把吴禄镇给解决了，否则后患无穷。啊，另外给冯国璋也发个电报，让他把汉口给我夺回来，让革命党看看我们北洋军不是吃素的。哼，这些个革命党，你给他面子，他还来劲儿。他以为黄兴来了，问题就解决了。给他们点教训，让他们老实点。好。哎呀，总统官大人呐，您叫咱打咱就打。这部队在外面好打，可一进到城里，这些革命军乱党竟躲在民房里给我们放冷枪玩啊！我一去，他跑了，我这刚一休息，百姓们过得怎么样？百姓？我是问，他们还没走？哎呦，这些百姓有吃有喝，过得好着呢。哎，我真佩服这些百姓，战局这么紧张，他们居然不愿意离开家出去躲一躲。哎呦，总统官呐，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这是自古以来再明白不过的一个大道理呀，您说是吧？可惜啊，我不能再保全他们的房子喽。给军政府发个通牒，告诉他们，我们48小时之后就要发起进攻。一旦发现乱匪躲在屋里偷袭我们，我就要烧毁他们的民房，绝不宽待。让他们看着办吧。连民房都要？哎呀，执行。是。你回去告诉冯国璋，他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就让他随便烧吧。我黄兴绝对不会屈服于这种恐吓。滚！是。走。这是威胁，冯国璋想拿汉口百姓的性命威胁我们放弃汉口。汉口的每一寸地方都是革命军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绝无轻易放弃之理。冯国璋打错了算盘。先生，应该把这张通牒张贴出去，并且通知租界里的洋人们。我不相信他冯国璋在舆论的压力下还敢一意孤行。好，书成，马上安排人书写告示。总汉去法国租界找张竹君女士，请她通知各租界领事馆。我立刻书写命令，交汉口各防御部队。好。黎大都督并军政府各部，兄弟今节清贼通牒，敌将冯国璋公然告知，已于48小时后开始对汉口实施攻击。此事已着在汉各部队加紧防御各项。冯贼深据我军借街市房屋与其周旋，悍然威胁，不惜放火焚烧汉口。余等将士虽不惧冯贼恐吓，然百姓无辜，克强拟请军政府各部派员派兵，即刻组织在汉百姓渡江过武昌暂避。大哥，你说他们要动员百姓过江，那还不得乱死啊？大哥，
哥，不用怕他，吓唬人谁不会啊？我还敢说去北京一把火烧了皇宫呢。肆意或起一时之乱，但我等身为革命军人，万无弃百姓于水火而不顾之理。甚盼速速实行此意，于在满春茶园。官军，为什么呀？凭什么让我们走啊？是啊，对呀，为什么让我们走啊？太不像话了，让我们呀！冯国璋还有人性吗？凭什么要收我们的房子？我就敢说，我就跟他们拼命对付这帮畜生！我们不走。Let's go. 不去，留在这儿，我们不走，不去。报告，总统官，英国驻汉口领事代表其他各国领事求见。请。请。欢迎欢迎，这厢简陋，不能尽情接待，见谅啊，请坐。葛夫先生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啊？Foreign consuls have overheard that General Feng is going to burn Hankou. Is that rumor? 汉口之地人口密集，房屋鳞次栉比，很容易窝藏乱党，不利我军攻取啊！发一个最后通牒，意在警示。如果没有人窝藏乱党，我自然也就不会放火了啊！冯将军，您这样做不觉得有违人道吗？这是一个将军的作为吗？这纯属是我军的私事，似乎不用外人插手吧？我们自己会处理好的。另外，我也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士兵被躲在房子里、屋顶上的乱党肆意射杀，这恐怕也是不人道的吧？ Of course it's your private business. All the foreign consuls are worried about their own people. If General Feng starts a fire to burn the foreign settlement, then the general will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我代表大英帝国政府正式警告你，如果大火烧到租界里的任何地方，帝国政府将追究肇事者的一切责任。死洋鬼子，还他妈一气！建立撤销现有部门，只成立政事部、军事部，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啊，这也太荒唐了！怎么说变就变，也不打声招呼啊？你说这咱们以后怎么工作呀？这不乱套了吗？养不大，您去哪儿了？我刚从租界回来。我看军政府里啊，就您还在工作，其余的人呐，都在争权夺利呢。不要胡说，我们的政府刚刚成立，谁都没有经验，变化也是正常的嘛。你们不要跟着瞎起哄了，还是去忙自己的工作去吧。好，走吧。布告已经发出，我正和孙武抓紧联络各方面人的支持，等到开会表决，只要大多数人赞同，这个方案就算是通过了。这个主意不错。趁他们忙于汉口战事，我们先斩后奏。等他们想反对，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对，这样一来，军政府的权力也总算得到统一啊。对，大都督也就不会受那么多的限制了。就是嘛，就是。我可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利啊，那是我这是为了革命着想啊。权力不能再这样分散下去了，很多事情都不好办呐。就是嘛。请进。杨先生，请进。大都督，你有时间吗？有时间。冯国璋准备放火一事，已经通报各国领事，他们都很关注。另外，我回来的时候，汉口方面正在组织百姓渡江过武昌暂避。现在最要紧的是，武昌方面有大批百姓需要安置，请大都督和汤部长尽快拿出方案为好。杨部长说的很有道理，我马上开会研究此事。杨部长就放心吧。刚才我在楼下看了公告，军政府既然已经决定撤销其他各部，只保留民事和军事两部，这样的话，我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我想就此辞去职务，请大都督和汤部长批准。杨先生，这是哪里的话吗？虽然只保留民事、军事两部，但是其他的工作一样都不能少吗？是啊，特别是像杨先生这样的外交人才，您怎么能离开呢？是不是大都督？是啊，杨先生，你不能走啊。是吗？汤部长过奖了，军政府人才济济，并不缺少我一个。况且张竹君女士带来的医护人员已经和武汉赤十字协会合并，他们需要一个能和洋人打交道、购买各种药品的人。我已经答应张女士过去帮忙，感谢大都督对我的挽留，杨某心领了，告辞。大人，冯国璋将军来电，他准备提前开始进攻。您觉得有把握吗？庭权，此仗胜负，我并不担心。就我军目前的兵力，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也非难事。那么大人似乎……如今宣布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可见同盟会的号召力之大，过去似乎低估了他们的力量啊。大人不是说，革命党闹得越大，对您越有利吗？那也得有个限度。如果全国都闹起来，单靠北洋军一部，如何忙得过来啊？况且张绍曾、吴禄贞盘踞河北，烟台还有个蓝天卫虎视眈眈，将来的局势如何控制得了啊？那么，依大人之见，我们该如何应对为好呢？既然无法扑灭，就应该为我所用。可敬已经派朱福煌星夜赶到武汉去见黄兴。如果能说得动这位同盟会的领袖也出来支持我，那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啊？大人的意思是？冯国璋对朝廷心怀眷恋，此仗获胜必然是大张野心。但无论如何要告诉他，武昌不能动，否则
全盘皆乱。好，那我再给他打个电话，把这些意思策略的跟他讲一下，让他千万别犯糊涂。大人，您不是说48小时吗？这怎么就提前了呢？哎，你去问革命党吧。啊？问革命党什么呀？啊？革命军正在组织汉口百姓大撤退。总统官的意思是趁着城中混乱，立刻发动进攻。另外，现在风向正合适，万一风向变了，大火容易烧到租界。哦，原来是这样。这鬼地方打仗真是太别扭。王将军，到，带着你的纵火队马上进入指定地点，等候命令。是。命令各部立即进攻。是。商量都没有，直接就把通告给发下来了，这是打算先斩后奏啊！就是，那让我们怎么跟宋先生商量？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吗？大家不要激动，这不过是一个通告而已。最后大家还是要一起商量嘛。商量？发之前怎么不商量啊？现在军政府是他跟汤化龙2个人说了算吗？你不要那么偏激，这个想法是不错的嘛，必定能够将权力集中起来。如果总是一盘散沙，各部自行其事，总归不是长久之计。再说湖南不是已经有了先例了吗？湖南的先例是杀了革命派的先例，难道武昌也要跟他们学吗？把我灭杀了吗？就是，把我灭杀了吗？好来呀！算了，这不是拿过来让大家商量的吗？把我灭杀了吗？现在来杀我呀！金子，汉口的局势岌岌可危，你们还在这里争权夺利，无耻！这不是说48个小时吗？清军之言岂能全信？大批的百姓拥堵在各个码头等待过江，该如何应付如此混乱之局面？天大的事情，你等保住汉口再说。汉口一失，武昌危如累卵，还有何权利可言？行了，大家回到自己的房地上去吧，等打完这一仗以后再商量，如何？现在的一切是要以保住汉口为重。走，大家快去吧！快点！放心了，你这里情况怎么样？清军管推法威力太大，我军损失惨重。冯国璋失信，提前进攻，汉口百姓撤退无望。你们一定要多坚持一段时间，我会调后续部队上来。黄将军，你放心，我们会坚守阵地的。好，好，走。前面的兄弟伤亡太大了，咱们快坚守不住了。不管伤亡多大，就是战至最后一个人也要把阵地给我守住，不能让清军进城放火，听见没有？是，去。弟兄们，保卫汉口就靠我们了。报告总统官，敌军拼死防守，我军进攻失败。你说什么？进攻失败。命令王占元部，不管花多大代价，要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是。命令各部全线进攻。是。王将军，
熊秉坤挡住了敌军的进攻。太漂亮，太好了，要给熊秉坤记功，记大功。进不了城，我看那冯国璋还怎么放火。太好了，太好了，参谋长，马上派人给第5线运送弹药，一定要保证供给。是。照这样打下去，汉口无忧矣啊！哎，我拟定几个命令，你帮我发下去。好。汉口街面各部急速将百姓带往汉阳武昌江边暂避。新生部跑马场一线守军严守阵地，不得后退一步。跑马场后队即可开炮射击，阻止敌军前进，配合友军防御。我在满春查援。赵龙，子弹就要打光了，如果再这样就坚守不住了。妈，疯了一步是一波的，这是第几波了？第6波了。娘的，管不了那么多了，子弹没了就跟他们拼命，反正他们让他们跑。废话，还用你说？你小子终于会笑了，我杀得过瘾呐！报告总统官，王占元来电，敌军顽强，我军一时未能拿下阵地，王玉甲部同样受阻于汉口之外。这些人简直是一群蠢货！命令中炮营给我发烧夷弹，直接向汉口轰炸。我看他们还能坚持多久？看什么？快去！是。形势不好了！不要慌，到底怎么回事？他们用烧夷弹直接轰击汉口。先生小心，小心啊！烧夷弹！熊总领，汉口，汉口怎么了？汉口起大火了！大哥，我张这个王八蛋！大哥啊，第6线阵地被突破，敌人已经冲到我们后面了。什么？大哥，我们怎么办呢？命令部队向汉口撤退。是。兄弟们，给我撤！撤！
我们没子弹了。别让他们跑了！别让他们跑了！彭正营在此！彭正营在此！大哥，大哥，你还在这儿啊？好兄弟，好兄弟，我们向码头上退。也给我打个车队，走走，快！人性！先生，大火马上就要烧过来了，咱们还是先过江吧。绝不！我要带领所有的将士跟他们殊死一拼，绝不能放过这些杀人凶手！弟兄们，跟我杀！先生，万万不可呀！放开我！不行啊，先生！放开我！先生，黄将军，黄将军，敌人已经突破我军防线，太子民让我来接应你们过江，过汉阳暂避。不！我要带领所有的将士跟他们殊死一拼，我不能骗人，弟兄们！黄将军，还是先攻汉阳再说吧。你们不要抓我，让我去跟他们拼命！来人呐，开启放开我！上船攻汉阳！放开我！放开我！你看看，又烧了呀！军敢放火呀！军敢放火呀！真敢放火呀！灭绝人性啊！冯国璋这该死的，他是真敢放火呀！通知前面，把我的专车移到大治门车站以东，靠近法租界的边上有一条专线，把司令部搬到那儿去。大人，那样跑不安全吧？安全，躺在家里倒是安全，出来当什么兵啊？是。大家不要动，快上船！快啊！快上船！你们跟上！上船！让他们快上船！不要乱！啊！小云，你怎么来了？汉口那边过不去了，给我回去！没事，我不怕，我是跟着赤十字旗回来的。我们要到法租界去找张子军他们。瞎闹什么呀！给我回去！我走了。回去！小云。我没事的。都不要乱！内阁奉摄政王谕，庆王奕匡等奏，奉之无状，请令予罢庭；载泽等奏，国务重要，请令检贤能，以辅宪政，而资治礼各异者，所奏甚事均着诏所请。庆亲王奕匡开去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纳同徐世昌开去协理大臣，镇国公载泽等开去国务大臣，袁世凯着授为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度。钦此。好，大人，这得恭喜您呐！哎，同喜！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就破例多喝几杯啊！来！哎，
您说，宫保大人，这个庆王爷，他怎么就把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让给您了，还亲自上奏朝廷推举您？难道他真的想明白了？明白，他这是糊涂。他们都上了徐世昌的当了，还有那个纳童，他们都犯了一个贪字。等咱们的事情搞好了，咱们一同回北京去看看这两个糊涂蛋。大人不说这些了啊！喝酒，喝酒，来！没想到啊，冯国璋在汉口的一把大火，把咱们大人的官运烧得旺旺的啊！仔细检查，看还有活的没有？不许放跑一个。这边，快点！站住！你们干什么的？这种地方不是你们女人来的地方。不要开枪！你们不要开枪！我们是赤十字协会的。我们走。快，大家赶快！好，大家快点上兵。Who's that woman? She's Zhang Zhujun from Shanghai, living in a French settlement. She takes a bunch of doctors and nurses coming here and builds the Red Cross. She has been accepting a lot of hurt soldiers and hurt civilians. It is said that when Huang Xin and Sun Jiaoren got to Wuchang safely, they were just inheriting and avoiding the interrogation of Qing government. She's very incredible. Yes.汉口失守，责任在我。这件事情不能全怪黄先生，谁都没想到冯国璋真的会放火。我们该做的已经做了，黄先生，您不用自责。我要自责，这么多弟兄葬身火海，我岂能不自责？黄将军，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为今之计，还是要赶紧商量好下一步的防御计划，您看如何？我提议委任黄将军为湖北战时总司令，所有的军队归他指挥。熊统领的提议很好，我赞成。此提议很好，但还有不妥之处。战时总司令是个什么职务？是和大都督持平，还是受大都督的领导？我建议
还是要有大都督委派一下，这样似乎更合适一些，免得日后两权分立，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大都督以为如何？黄先生乃是革命领袖，其身份和地位都不允许我等以如此草率的方式加以任命。鄙人以为，我们不妨一笑古人，明日在跃马场筑坛拜将，由李某亲自将军队指挥权和战场生杀大权一并授予黄将军。一来可表郑重，二来也可以借此鼓舞士气，诸位以为如何？好，谢谢，谢谢。可将此次负恶，本意为抗击清兵，与诸位一道，完成推翻清廷之大任。向清廷走狗冯国璋，将以焚城之卑鄙手段，草菅人命，坑杀革命军。此战失败，黄某痛心疾首。如今承蒙各位信任，委以兵权。黄某发誓，定与疯贼血战到底，为汉口牺牲之弟兄报仇雪恨。好。谁呀？如莲姐，小云，小云，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太惨了！如莲姐，他们实在是太惨了。你去汉口了？你表哥呢？他不是也在汉口吗？我不知道，我没有找到他们。好多百姓，他们全都被活活烧死了。我特别想救他们，可是我无能为力，我救不了那么多人。你已经尽力了。尽力了啊！他们就在我身边，一直喊，一直哭。我真的特别想救他们，我真的想救他们，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大人，你看现在局势如此混乱。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后路啊？那可是万一，暂时还不会有性命之忧。这些天通过跟袁世凯的人接触，我明白了，如今汉口一战更坚定了我的想法。他袁世凯是想利用我们要挟朝廷，那他为什么要攻打汉口呢？那一点功劳都没有，他袁世凯出来就能拯救朝廷，谁信呐？哼！
我估计啊，武昌一时还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这手艺之地对他袁世凯来说还是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敌人不是北洋军，而是黄兴、宋教仁也。他们不错。一旦局势稳定，同盟会那帮人才是你我的心腹之患呐。那大人干嘛要给黄兴筑坛拜将？这个仗不好打呀。这些日子你还没看明白吗？光靠咱们那些兵，要想打败北洋军，几乎不可能。可这仗还得打下去，打下去就得有人指挥。既然他黄克强愿意接这烫手的山芋，我何乐而不为呢？既然他黄克强自告奋勇的要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我又何乐而不为呢？赢了是我用人得当，打输了是他指挥无方。袁吉啊，我现在是看明白了，打得赢打不赢仗不重要，关键是要知道为什么打仗。他袁世凯一生从未亲临战场，但他懂得打仗，打的是政治，打的是手腕，所以他就能无往而不胜。他袁卫庭既然知道利用湖北之战加官进爵，他我黎元洪为什么就不行呢？天大的乱子，让他黄兴一个人去承担吧，你说是不是？小云，你怎么不吃啊？我吃不下。小云，其实在如莲姐的眼里，你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孩子。如莲姐，我是说真的，真的很羡慕你身上的那股勇气。想去参加革命，就从家里跑出来，无论遇到多少困难，谁也挡不住。想去当护士，就去当了，不管人家说什么，绝不气馁。真的很让如莲姐羡慕啊！来，吃一点吧。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革命呢？像你这样的年龄，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才对啊。如莲姐，你知道剑湖女侠吗？秋瑾。我小时候，我姐姐经常给我讲她的故事，我打心里边佩服她。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情真重，洒去犹能画笔头。如莲姐，你也知道这首诗啊？对，知道。而且我跟你一样，非常非常敬佩剑湖女侠。快吃吧。
秋风秋雨，愁杀人呐！先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毕竟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我知道，我现在心里唯一挂念的就是义欧。你知道，我对这个儿子是寄予了希望的。这是我写给他的信，明天你帮我寄出去。努力杀贼，就这4个字。这是我唯一想留给他的话，希望他能继承我的理想，努力杀贼。先生，你这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啊！不错，这些年来我东奔西走，为了革命理想，从未计较个人生死。然而每每功败垂成，明日败将之后，黄某手握重兵奔赴战场，将是此生最好的一次实现理想的机会。如果再失败，我还有何脸投生于世？这个李元洪啊，大事不管，专门搞些花招，助坛败将就能挽救败局了吗？只不过是想安定下民心而已。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啊，黄兴的到来让黎元洪感到了危险，不如此实在是无法安排黄兴的位置。这个黄兴以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却甘愿做黎元洪的将军，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黄兴此人豪爽武直，为了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倒是担心万一通过助坛败将，让湖北党人真的依附在黄兴的周围，那可就是个麻烦。不如趁此时机一举拿下武昌，免得以后生事啊。冯国璋也来电，要直接攻打武昌，不过我认为现在还为时过早啊。何况我根本就没想过要攻打武昌。没有革命党，就没有我今天的袁世凯。要知道，武昌是我的鱼塘，革命党是我的鱼饵。把鱼塘填死了，或者把鱼饵弄丢了，我这鱼还怎么钓啊？现在我唯一的心病，既不是朝廷，也不是武昌，而是赖在滦州不走的张绍曾和石家庄的吴禄贞。哼，无耻！冯国璋卑鄙无耻，居然能想出这一条毒计！吴同志，电报上可是说是殷昌临走的时候放火烧的，那是袁世凯栽赃，他当然不会说是冯国璋干的。看着吧，明天一大早，各大报纸都会把这件事披露出来，到时候我看着袁世凯怎么狡辩。我要上书朝廷，弹劾冯国璋，一定要严惩凶手。火车站来了批军火，是袁世凯的。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你马上集合队伍，跟我走一趟。是。各位长官，有什么事儿吗？这车上装的是什么？这个，快点说。是军火。很好。
我接收了。哎，大人，这可不行啊！这可是钦差大臣袁世凯大人的货物啊！你拿钦差大人吓唬我？不敢。那好，你告诉袁大人，就说这车弹药被第6镇的吴禄贞给借走了，我要用它去打山西的革命党。那我怎么跟袁大人交代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接管列车！这边弟子，谁也不许打开！谁也不许打开列车！哎，你们不能吗？完了，不许打开！先生，我昨天见过宋教仁。哦，他说些什么？他说，黎元洪拜你为将，无非是想借助你的名望，挽救不利的战局，而他们却在忙着争权夺利。如果战局不利，他们争夺来的权力还有什么用？先生，咱们何不离开湖北？上海陈其美已经来电，希望你和宋教仁到上海去主持那里的起义。现在走还不是时候，武昌乃首义之地，如果失去武昌，那对全国的革命形势会有莫大的影响。我黄兴既然来到这里，就一定要为守住武昌尽最大的努力。可墙毕生所向，就是统领兵马，征战沙场。今天终于要如愿以偿了。黄将军，行。同胞们好，同志们好，大家辛苦啦！10余年来，屡闻黄将军之威名，
他为国家、为革命奋战之精神，时刻鼓舞革命同志。他的精神是为恢复中华而奋勇作战之源泉。革命，革命，说的都是些时髦的词儿，干的都是老掉牙的事儿。连登台拜将这种事儿都搞出来了，他黄兴真正跟韩信比，我们就不会站在这江边上了。楚地只出项羽，不出韩信。这是武昌军政府出的报纸，黄兴转文骂您残忍嗜杀，据说很多地方都转载了此篇文章。混账话！他要不是躲在屋子里袭击我们，我能烧他房子？是，真想再给他几炮。袁大人说，武昌动不得。都从环上出来了，军政大权也拿到手了。唉，真不知道这袁孔宝还想干些什么。为了表达我等敬佩之情，本都督特代表中华民国400万同胞及全国军界各位袍泽，特拜皇军克强为战时总司令，于本日此时就职，率我军民推翻恶劣专制王朝，建立良善真正共和。凡我等将士皆当诚心乐服，听其指挥，共赴沙场，以为国家中华民国幸甚，同胞幸甚。请。好，请。弟兄们，同胞们，黄某今日拜领重任，内心不胜惶恐。兄弟才识本不胜任，继承不弃，已不能不尽力。现今各省响应，大功已将告成，然我同胞亦不可以此自满。此次革命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政府。清廷满汉仍未醒悟，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汉口清军，然后挥师北上，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兄弟既被举为司令，应当身先士卒，为国尽瘁，义不容辞。也希望各位弟兄能够勉力向前，共同为推翻专制、振兴华夏而奋勇杀敌。
这个拜将仪式还是很热闹嘛，王兴还真是爽直的可爱，汉口一战一败涂地，居然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哎呀，他是屡败屡战，是从不气馁啊，真是让人钦佩呀。这父皇已经到了武汉，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见过面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战事这么紧张，再说什么王兴也不会感兴趣的啊。等一切都安定以后，会有结果的。报告大人，北京的电报。说什么呀？哦，经过催您赶快回京，说新任湖广总督魏光涛未到任之前，着王世贞将军暂时代理。王世贞？对。这个王世贞经常不听我的调度，这个时候回北京，可别坏了我的大事啊！嗨，咱们可以暂时拖一拖，等湖北的局势稳定下来，再回京也不迟啊。嗨，我现在就是想回也回不去呀。吴禄贞挡在石家庄，我岂能送上门去啊？报告大人，您的电报。哟，今天的电报还真不少。大人，又是北京的电报啊！吴禄贞刚刚在石家庄劫走了一车运往湖北的弹药啊！胡闹！这个吴禄贞真的是要反了！哼！赶紧给朝廷发电，让他们给我追回来！哎呀，他刚刚受了山西巡抚说要用这些弹药去打阎锡山的革命党，那朝廷也没办法呀。上一次是张绍曾，这次又是吴禄贞，没有弹药，我这个仗怎么打？他这哪里是打山西呀？他这是打我！公宝，公宝，你没事吧？公宝，公宝，如果此时他带兵南下，再加上武昌的李元洪，那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了。你慢点，快给段祺瑞发报，让他立刻解决吴禄贞。快，可您这，快去啊！果然如此啊！大意了，后院起火。王爷，这些就是我们给朝廷的电报原件。他妈的，这不是让人家给耍了吗？他竟敢私自篡改电报，这是死罪啊！是啊，大家都看到了吧？没有他袁世凯，咱们照样能打胜仗。五哥，咱不能再忍了，得跟他好好说道说道。没用了，一切都晚了。怎么会晚呢？袁世凯还没回京呢，咱们直接把他给裁了，不就完事儿了吗？这兵权给了人家，这军机内阁总理大臣也给了人家。你们琢磨着袁世凯他会坐以待毙吗？闹不好他会拥兵自重，搞起独立来。那时候咱们用哪里的兵？拿什么去剿匪呀？那你们早待着干什么了？当初奕匡跟拿统步步紧逼，你们谁都不表态。
现在来劲。现在啊，世事不可为了，是死是活，就请等着吧。王爷，眼下并非不可为。吴禄贞在石家庄，张绍曾在滦州大营，只要他们俩在，那袁世凯就是想围巾恐怕也难。对呀，哎，说的太好了，吴哥，这就给吴禄贞发个电报，让他好好守在石家庄，别回什么山西了。袁世凯有围巾，让吴禄贞给他来个釜底抽薪，这一切不就都解决了吗？对呀，解决什么呀？那吴禄贞和张绍曾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啊！他俩不跟着革命党闹起来，带着部队来北京，就是你我的福分了。别的就别指望了。可笑啊！我堂堂大清国的军用电报线，居然在一个被软禁的国贼家里中转，你我却全然不知，这是旷古奇闻呐！旷古奇闻呐！梁璧当时说，有了吴寿清，山西的事情就没有问题了。当年如果不是吴禄贞强硬，如今东北的延吉、汪清、图门就都归了日本人了。所以啊，我是信任吴禄贞的。他还给涛贝勒、五爷都打了电话，说你已经决定去山西了，说的时候还非常高兴。这个梁璧啊，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在日本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友，只不过他是皇族，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争论得很厉害。说句心里话，在朝廷的皇族啊，也只有他是个人才。是啊，可惜他是多尔衮的后代，家族历来受朝廷排斥。不管他怎么夸我，山西我是不会去的。可是阎锡山也是同盟会员，哪有革命党打革命党的道理？可是朝廷这边怎么交代？没什么好交代的。再说了，石家庄乃是南北铁路的咽喉要道，我扼守在这里，正好阻止袁世凯北上进京，岂能离开？我已经跟山西的阎锡山联系好了，可是现在我无法离开。你替我去一趟山西见见阎锡山，跟他商量一下成立燕晋联军的问题。你就跟他说，我希望跟他一起占领石家庄、正定、保定一线，阻止袁世凯进京，看看他是否愿意。好，我什么时候去？我会尽快给你安排专车的。好，你去吧。是。几个落魄的王爷也想弄点波涛，摄政王都服输了，谁还能奈我何？如果他们真的接受了丁振元的建议，那咱们的处境确实堪忧啊。
给君子府发报，把丁振元给我调到前线来听用。让他在冯国璋身边待着，省得他老给我找麻烦。好。另外，给徐世昌再发个报，让他找载泽给张绍曾安个虚衔，把他从滦州给我调出来。可如果张绍曾要是不答应怎么办？那他就是直接反了朝廷，否则他必须出来。给段祺瑞再发个报，把第2军调到滦州附近驻扎，逼张绍曾出走。好，去吧。报告，海军提督萨振兵请求接见。海军提督萨振兵拜见钦差大人。萨提督不必了，萨提督你放心，我这次叫你来不是让你去打仗的。非常惭愧啊，武汉战事如此紧张，因为顾及洋人的利益，海军始终没有帮上大忙，深感惶恐。没什么，没什么。我这次叫你来是想对你说，无论如何，请你保住海军的实力。甲午海战以后，朝廷费尽了心力，才积攒了这么点家当，千万不能有所损啊！只要你保住了各舰的安全，就是大功一件。怎么？我说的不够明白吗？明白。下官完全明白，一定按大人的意思办。好，那咱们就算说定了。别着急走，咱们一起吃饭。走。今天把大伙儿都召集过来，是想跟大家商量个事儿。前2天那个黎元洪跟汤化龙抛出了一纸告示，要裁撤政府其他部门，只留下政事部和军事部。当时武汉战事正紧，我没时间跟他们计较。今天我是想听听大伙儿都什么看法。这是抢权，太明显了。如果让他们得逞了，还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吗？也不一定是抢权吧。孙瑶卿不是也赞同吗？那个孙武啊，如今已经巴结上黎元洪了，他的话根本不可信。当初就不应该推举黎元洪当什么大都督，如今怎么样？开始跟我们作对了。不行，不能让他们那么轻易就把权力抢走，那是咱们拼着性命打下来的。没错，我们就是太好欺负了，才会让他们肆无忌惮。应该把这些人拉出来，一个个给崩了，推选黄兴做大都督。此事不妥。现在战事正紧，一旦发生变故，对前线兄弟们的影响很大，到时候就不好收拾了。行了，不管那么多了，把弟兄们都召集起来，今天晚上就行动。如果他们要是妥协啊，也就罢了；要是不然啊，把他们全软禁起来。好主意，就按春三说的办。今天晚上把部队集中起来，一起把他们给端了。这件事情我不参加。我也不参加。这就参加。季民、玉林，不，你们这什么意思啊？啊，他们这么做，你们难道就不气愤吗？气愤，但是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手段去闹。再等下去，我们连在武汉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不可能，他们就是再坏，现在也不可能把浴血奋战在前线们的将士都撵走吧？是不撵走，我们提着脑袋上前线，就为这种人卖命吗？郑王，你还记得我们在街边的小酒馆里庆祝胜利的时候你说过的话？我说什么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你还说人活一世，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回也罢玉也罢，何必为身后事斤斤计较呢？春三，这些话
难道不是你说的吗？走。不行，你们不能走，要走得等晚上行动结束以后。干什么？想动手吗？动一下试试看。干什么？自个儿人先要活命啊！亏了我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好，如果有人要杀我，用这把枪。张部长，他们要是去找大都督的话，放屁！蔡继民、邓玉林要是那样的人，我张着弯脑袋就用他当球踢。也好，他们不参加也好，咱们自己干。回去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行动。是。各部将领，敌人意欲由蔡甸方向向我前进。本支队有专守鹤山附近之任务。金龙岭之炮队督队官张国志在该地固守，须能射击脱炉嘴之小径及扁担西北山路之小径。熊统领所属之部队在十里铺以西之港部地为步兵线，弹药由司令处接济，各部给养由归元寺征发。于下午后3时在太平原。先生，好消息，湖南的援军到了。知道了，在什么地方？已经安排他们暂时驻扎在两个书院附近。我是特意来通知您的。好，哎，署长，走，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好，你们接着研究，等我回来。好，来一起看，就那个位置。把那儿都拿下来。主要是这里。那是扁担山。对，那边是美囊山，这边是锅底山。黄将军让我们在十里铺修筑工事，不太合适吧？为什么呀？我还没想好。大哥，郑阳，来，吃点东西。哎，对了，大哥，小云到汉阳来了。他来汉阳干什么？医院办到汉阳来了，他说可以就近救治伤员。哎，大哥，你不去看看小云啊？哪有时间啊？郑营、赵龙，吃完东西，带领弟兄们赶紧修筑工事。哎，大哥，你不是说不合适吗？那也得服从军令。去吧。啊。黄总司令及军令部，盖闻用兵之道，必以地势为先。得地势之胜者，使能制敌于死地也。夫汉阳之西约10里许，有4山，其一曰美梁山，左接仙女山，仙女山之左即为锅底、扁担、珠山横亘一线，为扁担山毗邻龙王大湖。听闻总司令以兵力单薄，交通联络不便，又弃此而守十里铺之谈。在贵总司令未为非事，而坤以区区之意夺之，则非至善之策也。黄将军，您的信。先生喝茶吧。
好。湘军安置的怎么样了？疲惫之师，路上打了2仗，弹药几乎用尽，损失不小。我让他们休整1天，然后来汉阳参加防御。哦，刚才接到湖南来电，湘军第2协预计明日到达，协同叫甘兴典。好。嗯。先生，谁的书信啊？熊明坤。书城，好，马上跟我去扁担山附近看看。是，走。书城。哦，给先生找点吃的东西。知道了。十里铺虽为汉阳之要地，其形胜险阻，未有出乎4山之右者。若弃此不顾，则何以东周以西晋避秦，后汉以街亭夷魏也？除饶之见，岂贵司令裁夺？如果不是熊秉坤提醒，险些将此要地溃敌呀！按熊秉坤建议，急速布置此山防御。